那么在这个领域之内有两部剧恐怕你是绕不开的，一部是康熙王朝，一部是雍正王朝。那么这两部戏呢，我们现在看呢，无论是豆瓣评分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网站呢，这两部戏可以说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领域啊，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如果我们看看受欢迎程度来说呢，从当年播出的收视率看呢，康熙王朝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到现在呢，应该说康熙王朝的粉丝呢，也比雍正王朝的粉丝数量要多。那么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首先得说呀，这两个戏里边的主角啊，在历史上的分量和现在在民间的口碑各方面是不同的。清朝的皇帝里头呢，有明星也有配角。你像康熙和乾隆，这就是明星，大伙一提起来都熟悉。而康熙的儿子乾隆的父亲就雍正呢，他就惨了点了。从这个后来历史的评价来看呢，雍正的评价尤其在民间的口碑并不高，可能在这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雍正王朝的收视率，就是雍正王朝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如康熙王朝这部电视剧。那么说，既然雍正他爸爸是明星，儿子也是明星，怎么他就这么低调呢？为什么呢？因为雍正的名声不好，为世人所熟知。据说他有10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诸宗、好于人命。这么一听啊，他这毛病大了去了。所以呢，后来人呢对他的感觉不好，用现在话来说呢，就没什么路人缘。就是说把他搁到这个历史剧里边啊，大家对他的感觉并不是很好。你包括像《甄嬛传》里边，那雍正也不是什么正面角色。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呢，这部雍正王朝虽然说它受欢迎程度不如康熙王朝，但是我们今天公正的来说，作为一个历史剧来讲，雍正王朝的整体水准是要高于康熙王朝的。而且就它所反映的现实主义一些问题，思想的深邃程度和内涵要比康熙王朝要高。那么就在这么一个以冷 IP 为主角的情况下，雍正王朝能够现在还依然被人所津津乐道，取得巨大的成功，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想跟这部剧的精心打造以及认真的精神状态，这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部雍正王朝它的诞生，那是很多人呕心沥血的结果。那今天咱们老梁故事会就给大伙说说这部雍正王朝是怎么诞生的。咱首先得从他的原著作者二月河那开始说二月河作为一个作家，他怎么就选择这么一个冷 IP 做主角呢？要知道雍正的名声啊，在历史上来说呢，不要说臭不可闻吧，反正总之也不怎么样。你看连武侠小说都传说雍正是被吕四娘给砍到了头杀了的。历史上皇上有几个说让平民百姓进宫说杀就给杀，虽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也反映了民间对雍正的态度，就恨他的多。说雍正名声臭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得从他那10大罪状说起。这10大罪状怎么来的呢？说雍正在位的时候啊，他手底下有一员大将，就担任西北抚远大将军的岳钟琪。这岳钟琪据说是岳飞的后人，和这个雍正呢君臣之间关系也不怎么和气。这时候有一个反清复明的斗士，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曾静，湖南人，就瞄上岳钟琪了，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封劝降书，劝岳钟琪举兵反清，说你老祖宗岳飞当年就跟大清的老祖宗金朝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你应该反清，恢复汉人江山。他也没想明白，岳飞当年那么愚忠，宋高宗就以莫须有罪名杀他，他都不反抗，那岳钟琪能因为跟皇上不和气就造反吗？所以岳钟琪呢毫不犹豫的把这曾静给捆上，上交国家了。这10大罪状是怎么来的？就是曾静给岳钟琪写的那封信里列举，说当今皇上雍正什么也不是，10大罪状。本来这个事儿吧挺秘密的，结果不知怎么的呢，被雍正的弟弟就跟他争皇位的八爷给知道了。结果这八爷在被流放的途中呢，到处宣扬雍正的10大罪状。老百姓哪知道真假呀？像这种事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都信以为真。这事儿就闹得沸沸扬扬，把雍正的名声搞得很臭。这雍正呢也试图往过掰，他呢没有杀曾静，而且善待曾静，
还下令呢，说只要我在位，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有人动曾静，后代子孙也得尊崇。他表示呢，说你看曾静说我10大罪状，我不心虚，我杀他不等于我心虚吗？然后他针对这10大罪状啊，雍正呢还亲自写了一本自辩书，叫《大义觉迷录》，就解释为什么传这10大罪状，我怎么被冤枉的，我根本就不是那样人。而且呢，自费刊印，文武百官人手一份，还让曾静拿着这本书呢到处巡回演讲。我估计这是最早的中央讲师团，让他到各个地方给自己洗刷这个冤屈的罪名。而且雍正为这个呢，专门跟曾静俩人面对面辩论，我要说服你，就说雍正是非常拿这个当回事的。但是咱们说呀，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再加上阴谋论呢，更适合中国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资。你就现在看，在中国老百姓之间的阴谋论，相当大的市场。你说什么时候是背后有事，老百姓都觉得是那么回事。为啥？通过阴谋论觉得自个儿高明，来掩盖自个儿信息不足、判断力不够、智商低下的这些弊端。所以这阴谋论特适合中国老百姓，符合老百姓胃口。所以呢，雍正这么辟谣效果并不大，反而让更多老百姓知道雍正的10大罪状，流传更广了。所以这部自辩书呢，到他死了之后，他儿子乾隆继位上位第一件事就把这本自辩书《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凡是传的、看的、刊印的，一律论罪。乾隆挺聪明，他为了他爸爸的名声，可以说操碎了心，不光是把雍正的自辩书给禁了，还违背了雍正的遗命，把自辩书的源头这曾静给凌迟处死了。谁要再提雍正这事儿，就把谁宰了。为啥呢？他觉得雍正的名声是洗不白的，干脆捂着吧，说不定还能给捂白了呢。所以亲儿子都对洗白父亲的名声没信心了。那么说二河写雍正哪来的勇气呢？当初二河写雍正有一个系列叫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写这3个人。他从一开始写就困难重重。当时呢，这种不是演绎的历史小说并不流行，可偏偏当时唯一一个写这种历史小说的作者特有名，叫什么呢？姚雪银。我估计年岁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大的朋友都知道，姚雪银呢获得过首届茅盾文学奖，是湖北省作协主席。他曾经呢要起笔写中国第一部非演绎，就是不是演绎的历史小说，是给毛主席写过信请示的，得到毛主席批准的，而且完稿以后获得毛主席赞扬的。就他这部小说就是名满天下的李自成。所以他知道二河要写清代皇帝的时候，这姚雪银多管闲事，他生气了，说咱这个时代都写农民起义，你怎么能写满清皇帝呢？再说你一个中学水平，你能写好这历史吗？姚雪银居然提出不让二河写。这姚雪银也确实挺犟，他是个连郭沫若历史小说都批判的人，但是二河更倔，你不让我写，我非写不可。他后来呢求助于另一位文学大家冯其庸，冯其庸是当时红学会的会长，冯其庸就支持他，这让他顺利的完成了落霞三部曲，并且掀起了清宫热。可以说后来清代成为明星朝代，二河功不可没。用他自个儿话说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来我就夹着尾巴做人。那么这3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为什么叫落霞三部曲呢？因为二河觉得晚霞很漂亮，但是太阳就快下山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黑夜。康雍乾3位皇帝作为个人，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但是当时中国本来有机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你看这边这个康雍乾仨皇帝在位时候，那边华盛顿美国都建立了宪法什么的，都远远比这个古老的中国要先进的多。所以咱们有的人说说中国和美国比，美国不行，美国才200多年历史，中国5000年文明。咱们所再长的文明，你也是古代社会，美国再短那是现代社会，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那么呢，二河呢这个观点呢也大致是这样，他觉得因为康雍乾3朝的一些政策使中国失去了在世界上继续领先的机会，那作为皇帝呢，你康熙、雍正、乾隆这是要负一定历史责任的。这个呢就是他要写这3个皇帝为雍正证明的原因，就是你该骂地方咱得骂，但是也不能忽略了功绩。为了写好这些历史呢，中学水平的二河呢也是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那可以说是头悬梁锥刺股，困了呢就拿烟头烫胳膊，硬生生的把胳膊烫出那种烟花瓣来。
这个事儿后来二月河在对媒体的时候还谈到了，也确确实实下了大功夫了。当然咱们说雍正王朝这个电视剧的成功呢，二月河是第一功，但靠他一个人是不行的。从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到荧屏上的《雍正王朝》，咱们还得说第二功，谁呢？双刘。哪儿双刘呢？制片人刘文武，编剧刘和平。咱们先说这刘文武，这个刘文武是搞出版的，出版过很多成功的图书，所以他能发现雍正皇帝一点不奇怪。因为二月河这套书刚出版不久就被他盯上了，他看的是如痴如醉，他就有这么个念头，说这么好的小说啊，不应该啊只是在纸张上面呢呈现，应该啊搬上银幕。所以他说干就干，他马上去找二月河买版权，然后组建人马呢开始搞剧本。但是呢，咱们说从出版到影视，一个平面到一个立体，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受众也不一样，这就等于算跨行了。咱们说隔行如隔山，刘文武就走了不少弯路。比方说他找的第一个编剧不是刘和平，是谁呢？这人叫罗强烈。这个罗强烈呢，熟悉文学评论和散文的朋友啊，应该对他很熟悉。他和李介飞、王晓明、钱理群呢，这些人在文学评论领域里边是齐名的。罗强烈也是个散文家。这个当时刘文武啊看过罗强烈的一套文学评论书，觉得他很有水平，就找上他了。罗强烈挺高兴，说我就接受吧，我给你做编剧。就这么的呢，一个搞出版的人当制片，一个写散文的改剧本，两个外行人呢就开始了电视剧的第一次尝试。当然这个尝试是失败的。罗强烈潜心写了半年，等初稿一拿出来，刘文武就傻眼了。事实证明啊，散文和剧本不是一回事，这里头差距太大了，还得找个专业编剧才行。但是这么大的题材，小编剧是拿不动的，大编剧呢又不愿意给人改编呢，做嫁衣裳，怎么办呢？这刘文武啊急得跟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好消息来了，有人向他推荐刘和平。刘和平当时是搞戏曲编剧，编剧是编剧，但是他没编过电视剧，得这不又是个外行吗？刘文武呢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但他看了一下刘和平往期的剧本，一看这戏剧结构，因为戏曲嘛，多数也是帝王将相，跟这雍正王朝还合。他再一看这写这个戏剧的结构，一看他这台词这功底儿，哎呦，刘文武啊一看确实好，不错，所以呢他一拍大腿，就他了，就刘和平了。但毕竟呢这是两个外行，俩人一碰头呢，连个大纲啊什么分镜头什么这个提纲啊都没有，就简单交谈一下想法，刘和平呢就开始动笔了。大半年呢写了27集，当时还没电脑，全是手写的。刘文武看到初稿之后呢，表示写的真好，然后毫不留情都推翻了。为啥呢？他觉得这格局不够。怎么扩大格局呢？两人觉得不能再瞎碰壁了，得找外援，找5个顾问，甚至把雍正的后人都给请来了，真正的皇亲国戚。这人叫爱新觉罗·玉衡，是恭亲王奕欣呢，是他的太爷爷。他本来呢这个皇族呢对这部剧很抵触，因为他从来不看戏说清宫剧，他一听说写皇上，他就觉得就跟戏说乾隆、郑少秋那版差不多，他觉得有辱先人，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一天天皇帝公主就知道谈恋爱，大清根本就不是这样乌烟瘴气的。但一听说这是一部正剧，要给自己的祖先证明，他才动心了。当然除了顾问之外呢，还有中央电视台的编辑吴兆龙。这位吴兆龙呢特别擅长谋划细节，把不是戏的情节变成戏，他起到了特别好的辅助作用。那么呢这么万全的准备最后还是出了岔子。就在剧本创作一切顺利的时候，刘和平的父亲去世了。这刘和平伤心过度，再加上之前呢一直高强度工作，直接病倒了，起不来了。但是雍正王朝是他的心血，不能停所以咱们看到的雍正王朝，他的剧本很大一部分是刘和平在病床上口述出来的，再由其他人记录整理的。就这么着，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波三折，作者、制片、编剧都付出了极大心血。那么最后要呈现这关靠谁呢？导演和演员的选择就特别重要了。咱们先说这导演，从文字到影像导演是最重要的角色。所以选谁呢？这刘文武一想，这种历史大题材找过张艺谋，也找过陈凯歌，但最后呢这2位都没答应，没合作成功。后来呢他又找张黎，张黎咱们大伙熟悉，就是拍了《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那也是很大气的导演。但张黎呢档期也不行，没时间。张黎虽然没时间呢，
但是呢，他同学有，他推荐他同学，他同学谁呢？女导演叫胡梅，就是《雍正王朝》的导演。当时有人说，一个男人戏你让个女人拍，这不是性别歧视的问题啊，这就等于让一个男人去拍宫斗戏一样。这个他女导演能把握好男人的心理吗？谁知道呢？胡梅一句话把刘文武征服了。他先是仔细研究了小说和剧本，反复琢磨雍正这个人，自己呢又做了很多功课，还特意跑到雍和宫上了炷香。然后呢，他找到刘文武，直接开门见山说，这个剧只有我能拍好，因为我真正读懂雍正了。你要是不让我拍，你就别拍了，因为别人肯定拍不好，就糟蹋这么好的剧本了。哎呦，这口气忒狂了。但刘文武很喜欢，他觉得只有这种狂劲儿才能把事做好。就这么着呢，他给胡梅出了几道题，让他回去好好想想，然后再碰，就等于一次考核。谁知道这次考核上呢，俩人竟然吵起来了。刘文武对他的种种想法是一顿痛批，批的自信胡梅都没信心了。当时呢，他同学张黎陪他去的，回来以后他跟张黎说，完了，肯定没戏了，人家没相中我。反倒是张黎看明白了，说你傻呀，喝彩是闲人，包便是买主，他为什么跟你吵架挑你毛病呢？他是想用你啊，他不想用你，他犯得着跟你吵架吗？果然刘文武就是为了摸清胡梅的想法，故意这么干的。经过一场吵架，反而让他曾经有的一些疑虑都打消了。后来呢，在拍戏过程当中俩人也是不停的吵架。你比方说张廷禄作弊被腰斩那场戏，胡梅呢给加了一个侏儒跑上跑下的全画，增加镜头的丰富性。结果工作台本交到策划班的手里，刘文武就把侏儒戏给删了。他觉得这么一个肃杀的场合，侏儒出现会带来一种喜感，影响气氛。胡梅呢也坚持，最后现场还是拍了这段戏，但是后期剪辑的时候呢，刘文武还是把它删了。就两个人也是一路吵架把这戏拍完的。就这样，雍正王朝呢很顺利的拍出来了，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你像刚才这个原著说了，制片说了，编剧说了，导演说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恐怕就绕不开演员了。这雍正咱们都知道是唐国强演的，但唐国强能拿到这个角色纯粹靠捡漏。为啥呢？大家都知道雍正这一角色是全剧的灵魂人物，他是经过层层筛选，胡梅导演团队就觉得演员张丰毅很硬气，他演雍正不错。当时也挑了唐国强，让唐国强演谁呢？演八爷，就是和雍正争地位的，他是弟弟。唐国强接到邀约之后呢，认真的读了剧本，读完以后呢，他改主意了，说不行，要我演我就演雍正。我觉得雍正这个角色跟自己之前塑造角色有很大差异性，极具挑战性。他之前角色什么样呢？咱别忘了当初唐国强有个外号叫奶油小生。当然一方面唐国强愿意吃奶油，另一方面他演了你像孔雀公主里头，小花里头包括高人下花环里边角色，都是显得那种这个英俊有余，英气不足，所以人说他是奶油小生。到后来呢，90年代初时候拍了这个《三国演义》，他演了诸葛亮，算把这名声扭转过来了，但是呢也没有彻底的改变他以前演的这些角色。那你看让一个奶油小生当皇帝，那导演组就全体反对。不过唐国强呢没有放弃，暗自准备雍正这个角色，阅读了大量的关于雍正的史料，对这个人物的性格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据说临近开机之前呢，胡梅知道他的做法，怕他伤心，特地呢就请他吃饭，告诉八爷这角色好怎么好，怎么突出，希望呢唐国强能心甘情愿的呢接受八爷这角色。谁知道呢，原本去劝人的胡梅呢，一顿饭吃下来，反而被唐国强给说服了。唐国强就说出自己对雍正这角色的理解，并且诠释我要怎么表演，我怎么展示人物性格。结果这个准备也确实打动胡梅了，但最后导演组在非常感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决定不换人。为什么呢？你这几边都说好了，也得到这个制片人和投资方的认可，这换人影响太大。谁知道命运就这么愿意开玩笑，眼看第二天就要开机了，张丰毅突然打来电话变卦了，说自己演不了雍正了。为啥呢？陈凯歌找他临时救场荆轲刺秦王。原本荆轲刺秦王里头演这个秦王的原来定说姜文，结果呢姜文不干了，让他呢临时救场过去。
就这里头，咱们都知道陈凯歌荆轲刺秦王，其实我们一直低估了这个片子。这片子里边呢，演秦王的是这个李雪健，演荆轲的是张丰毅。原来定演荆轲呢是姜文，结果姜文临时干不了了，陈凯歌找他救场，张丰毅呢就得过去。为啥呢？一方面呢，电影一直是张丰毅一个梦。那你想，陈凯歌的电影和当时胡梅的电视剧一比，明显陈凯歌的电影分量更重。而且当年陈凯歌拍了《霸王别姬》，也成全了张丰毅，张丰毅在里边演段小楼嘛，所以有知遇之恩。所以张丰毅呢弃了雍正王朝去演荆轲刺秦王，这也是很正常的。那没办法，没人腕大，导演组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就重新安排人试戏。这时候呢，唐国强再次提出要求来，说我要演雍正。既然原来的雍正跑了，那为啥不试试我这个备胎呢？导演组也拧不过他，说同意让你试戏吧。等到大家看到唐国强穿上戏服的时候，都被彻底征服了，太像了。这就是雍正啊，立马拍板让他出演雍正。后来张丰毅多次在访谈节目里提到，说自己最后悔错过了雍正王朝。为了弥补心愿，他后来还在《如懿传》里边呢演了一回雍正，但感觉那跟雍正王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唐国强顺位出演雍正呢，八爷就成了空缺。唐国强就向导演推荐了自己的好友王惠春，而王惠春呢演的也很好，因此成名，后来成了王爷专业户。那当然这是后话了。咱们再说雍正王朝另一位的重要演员年羹尧，也是剧组好不容易才请来的。演年羹尧这演员叫杜志国。98年的时候呢，就拍雍正王朝的时候，杜志国呢正在海拉尔草原拍戏呢。当时有个电话打到宾馆，指名道姓找杜志国。谁呢？对方自报门户，说我呀是雍正王朝的副导演。说杜志国说那你找我干啥呢？说我问问你哪天杀青。杜志国还懵着呢，顺口就说大概还有个20来天吧。那边说行，20来天之后吧，你联系我吧，就把电话挂了。杜志国挂了电话之后啊，有点懵门。我联系你干啥呀？再说咋联系你呀？你连电话号码都不给我。他跟身边朋友一说，一起拍戏的朋友劝他，你别搭理他，这肯定是骗子。现在在各个剧组里来回的找人，这骗子多了去了。就这么着，雍正王朝的副导演因为糊涂，稀里糊涂的被当成骗子。到了20几天后呢，杜志国真杀青了，回家了。刚放下行李，电话就响了，接起来一听，又是那副导演，而且呢，人就在他家楼下呢。这可把杜志国惊着了，咋的呢？这骗子都撵到家里来了。下了楼见了人，这杜志国才知道，哦，是真的，确实是雍正王朝的副导演。而且呢，他自己啊让雍正王朝剧组啊这通好找，因为这副导演只知道他是河北话剧团的，但不知道是哪个话剧团的，就把所有能找到河北范围内的话剧团联系方式都打了一遍，一直打到河北省话剧团，才有人知道杜志国。说是那人说我知道他是保定话剧团的，副导演一打听，保定还有俩话剧团，一个是市里的，一个是区里的。完电话打到保定市话剧团，总算碰见个明白人，直接让他联系了地区文化局的话剧团，那才是杜志国的单位。这副导演呢，又跟话剧团要了杜志国家里的联系方式，就这么着一路追踪下去，杜志国这20几天里所有行踪，人家都一清二楚了。那人找到了吧？问题又来了，杜志国不想演年羹尧，因为他到了剧组以后一听说总共40集戏里自己只有20集戏份，而且是一拍就得6个月，这不遛傻小子吗？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他就想走。这时候雍正王朝的制片叫罗浩拦住他了，豪言壮语跟他打保票，他说你放心，杜志国，你这部戏你演了要是不火，你今后每年大年30晚上打电话骂我。结果这也是一通硬留，再加上带点胡搅蛮缠的味道，杜志国一看来了咋办？留下吧。当然了，多亏他留下来了，杜志国确实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年羹尧形象。你看他拍那个将士回京那场戏，文武百官跪了满地，年羹尧就是不肯下马，远远看着四爷来了，才勾起嘴角笑了笑。这一笑一下子就把一个飞扬跋扈、狂妄自大的年羹尧给演活了。当然了，雍正王朝后来火了，他也没有大年30打电话骂人制片的机会了。杜志国也因为这个戏确实火了。那么就这样，从历史到文艺作品，不细说也能让大家关注。从雍正王朝算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底子。那么咱们说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比，
我们通过网络的反应看呢，康熙王朝似乎更受欢迎，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康熙王朝里边呢，陈道明的演戏非常有张力，很大气，很霸道，更容易被粉丝所接受。而且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的故事情节一比，你就发现康熙王朝其实和现在这种爽剧、大女主大男主戏区别不大。就像我们看《延禧攻略》，有仇必报，报就得是痛快淋漓，很多人就图个爽，愿意看，不愿意动脑筋。回家一看康熙雄才伟略，什么事都迎刃而解，好，遇到困难也不是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所以感觉呢，康熙就是自己很爽，陈道明那么霸气，仿佛自己就是陈道明，君临天下。所以康熙王朝呢是一部爽剧，但雍正王朝不是。雍正王朝里边，你看，无论是四爷上位的时候艰难，还是他君临天下以后治理朝政的种种困难，和体制较劲，和贪官较劲，和这个整个大清的各方面的制度较劲，都能体现出当皇帝不容易。而雍正王朝里体现出来的整个大清的官场形态，恐怕这才是真实历史当中皇帝要面临的一些困境。所以你要从历史的真实性、剧本的严谨程度、各方面的逻辑衔接，雍正王朝是要胜康熙王朝一筹的。可是越是这样的戏呢，大家越要烧脑的去琢磨去看，就不像看康熙王朝那么爽。所以你单纯从普罗大众的接受程度来看呢，康熙王朝比雍正王朝要更受欢迎。这个呢也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因为大家呢看电视剧呢本来也不是奔烧脑去的，本来也不是奔分析问题去的，能看个乐，看得舒服那也是好的。但是雍正王朝开始正史的电视剧算是打下了扎实的底子，不像以前非得细说，像细说乾隆那样才受欢迎。那么雍正王朝真正的成功主要原因在哪儿呢？就在认真二字。就是雍正王朝每一个环节都是认认真真的对待这部戏的。所以21年过去了，雍正王朝呢依然是历史剧的标杆，代表着历史剧的最高水平。这里边好小说、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再一个你看雍正王朝里边那个服装啊、那个道具啊、那个音乐啊，几乎都是顶配，就共同造就了一部不朽的经典。到现在呢，说实在的，雍正王朝仍然值得反复观看和回味。如果你要对历史证据感兴趣，我首先向你推荐雍正王朝，你好好看看，其中有很多的内容情节其实和我们今天的现实都有极强烈的关联性，包括雍正的反腐、雍正和制度之间的较量，以及朝臣在权力面前、利益面前种种的表演。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某种程度上真是觉得历史时空虽然说这个历史不能重演，但是在时光不能倒流的情况下，有一些类似的场景还随时会浮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你要对历史证据感兴趣，首选雍正王朝，好好看看，好好琢磨琢磨。我们眼下反腐倡廉可以说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坚持的一项政策。那么现在来看呢，反腐倡廉已经收到了很多成效，老百姓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满意对目前中国的吏治。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谈到反腐倡廉，你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碰到的，在中国古代就是说这个历朝历代的封建社会都存在着吏治腐败的问题。哎，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王大壮。底薪多少啊？银票5万两啊！5万两入账。哎，你多少两啊？10万两。10万两入账。哎，你多少啊？我8万两。8万两入账。大锅卖铁套了20万两啊！每个封建统治者面前一大难题。那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中国历史上治理腐败相对来说哪个朝代最为成功，哪个皇帝最有办法，对于我们今天有多大的借鉴意义。康熙盛世却留给雍正一个烂摊子，贪污腐败，国库亏空，雍正该如何解决？大力反腐，改革制度，雍正上任烧了哪3把火？及时后腐、养廉营政策，雍正反腐都有哪些绝招？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雍正的反腐。那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治理腐败相对比较成功呢？咱们今天要说这位就是雍正皇。注意这雍正可不是像《甄嬛传》里写的，平常没事在后宫里边
哎呀，这个嬛嬛，你今天愈发的顽皮了，明天又是华妃，又是臣妾做不到，一帮乱七八糟事，那个不是真正的雍正形象，那是糟蹋雍正。雍正根本就没这心思在后宫里边参与宫斗啊，今天甜哥哥，明天蜜姐的了。雍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皇帝。这么说吧，雍正一天平均睡眠基本不到4个小时，晚上批奏折到半夜。皇上，您一天都没进膳了。盛半碗饭，泡上点汤，这也就够了。早晨4点钟就得起来，在养心殿上上朝听大臣的意见。一年到头，他过生日那天他放1天假。你看官员可以放假，他不放假。他光是在奏折上批示的文字多少字？1000多万字，等于《资治通鉴》的3倍。就中国历史上，你要找这样皇帝，第二个都很难挑出来。那么雍正批着1000多万字啊，同时呢，整天是操心朝政，其中都有一半的精力用来管官员。因为我们也知道，皇上很多重大国策不是皇上拿的，你比方说兴修水利啊，干部任免，往往由这个什么工部啊、吏部啊这样的主管大臣，他提出具体意见怎么执行。皇上最关键的是什么？4个字：知人善任。你得知道怎么管人，怎么管官儿。他首先得管住贪官，为啥呢？这是新官上任3把火他必须要做的。反腐倡廉的活不是说他自己要烧，是给逼的。为什么呢？因为康熙爷死了的时候啊，留给雍正的是个什么摊子呢？说白了，烂摊子，吏治腐败，国库空虚。他老人家临终嘱咐我要刷新吏治，革弊除旧。他何尝不知道，留给朕的是一个虚晃的盛世。有人说你说这不对呀，康熙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千古一帝呀。这康熙盛世，你怎么能说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呢？这么跟大伙说，康熙有没有作为？有作为，挺了不起。可是他在位这61年，也偏偏是大清最不安稳的时候，内忧外患。从一开始秦鳌拜，然后雪三藩，收台湾政事，这后来又平噶尔丹，又平党争、明珠、索额图争斗，一辈子他没消停过。东挡西杀，打这些仗，大清的国库已经给折腾空虚了。就康熙死的时候，雍正继位的时候，大清国库有多少银子呢？800万两银子。作为堂堂大清国，800万两银子，这家底儿实在太薄了。有人说，那康熙对腐败是零容忍的。你看咱们看《康熙王朝》电视剧里头，那明珠、索额图、腐败、党争，康熙坚决不允许啊！你别忘了，索额图是他老丈人，明珠是他大舅哥，该收拾他都收拾。启禀皇上，明珠房产已全部查抄封存，但没见什么珠宝玉器，现银也只查出200两。此次封文言事一开始，明珠就散尽家财，连宫内的大小太监都得过他的好处，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怀念他。可恨，朕只知道他是万花筒，没想到他还是只八角章鱼。启禀皇上，他在牢里仍然忙于公务啊。什么？公务？多多怪事。其实啊，您可能不了解这情况。康熙到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时候，他的精力也不够用了。有的时候人岁数大了，容易心软，所以康熙晚年事实上大清的吏治就官吏这块非常腐败，所以雍正上来首要问题必须整顿吏治。说白了，得管住贪官。那他怎么管呢？他有几招。第一招呢，专门成立一个会考府这样机构，搁现在就说是国家审计署临时审查办公室，就是派出钦差大臣各个地方走，审你账。程列台，这里是我和海宁的账本，请程列台过目。是真正的百姓需要啊，还是你官员贪污了，还是你把公款挪用了？就是加强审计程序的这个规范性，审出账来，审一个拿下一个，审一个拿下一个。然后第二个呢，
他发现这个问题，就说审过程当中啊，派去审账那个审计署官员，往往也是个腐败分子，轻而易举的就这是我小舅子，那不审他了，或者给他做个假账。我要确保那密账不出一点问题。现在看来，那些东西放在他那儿已经是不安全了。你告诉闵敬元，让他无论如何要从岳思营那儿拿回那本旧账，我照样可以对账销账。哼，那怎么解决监督者的腐败问题呢？他研究了一个办法，非常有效，叫什么？叫即时候补。什么意思呢？你听我慢慢解释。候补呢，咱们都知道，现在还有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呐等等，在当时有资格获得功名的人一堆，考上举人也一堆，可是官的位置是有数的，所以当时呢有一个临时性的这个给你许诺呢，你这个官衔现在这功名呢可以当道台了啊，可以当督府了，但是呢没位置，你就是候补道台、候补督府。那么这候补可有学问了，有的时候快了呢，1年2年倒出空位来了。当然倒出空位不一定轮到你，可能也得需要腐败的运作才能轮到你啊。有的呢3年5年你也得等，有的10年8年的，还有的候补一辈子。说白了，有这么个衔儿，国家给你发工资，基本工资，但是你没有实际权利，没有实际位置。所以说当时等着当官的候补，各种各样的各个级别的候补一大堆。这个候补得按程序啊，就假如说这个地方官员下去了，说真是腐败下去了，那也得这边启动程序考察3年5载，你去了。这回雍正改变这种方式，叫即时候补。怎么即时候补呢？刚才我不说查账吗？这个派钦差大臣到这地方查账，比方说这个直隶出现腐败情况，去查下，查这个直隶总督。查的时候，跟着这个审计署官员后头一帮候补官员啊。有位置高的，有位置低的，为啥？你要真查出腐败来，不光是一个阶层，很可能是窝案呢，从上到下一帮人跟着干嘛呢？如果这个人查出腐败来了，就地拿下啊，那么他这位置空出咋办呢？就从跟着这些候补里头直接找出一个上。你琢磨琢磨，这些候补跟上得多狠呢？他巴不得你出事儿的，往死了查，行，查完他下去我好上去，眼珠子都红了，这些人。而且呢，个定个把那账恨不得翻烂的查，而且你真说这个事儿核实不了，证据链有问题，正常来讲呢，国家得拿经费调查去，你这候补官不用，我自个儿出钱调查去，就解决了监督这腐败的问题。所以这一下各候补官员积极性空前高涨，所以在查腐败官员的时候查的那个积极性高啊。说闵敬元在他的密室里头还有一本死账。哎呀，只是不知道这钱师爷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甭管是真是假，有人举报就要查。咱们为皇上守疆土、看家业，这眼睛里可不能揉进一点沙子。所以这个即时候补一下子解决了反腐积极性的问题，这招非常好使。那么呢，有些根本制度问题，他也在着手解决。你比方说大清当时啊，这个官员的俸禄并不高，就说工资不高。你看这基本工资，这县太爷呢一年才45两纹银，正一品大员才180两。这个钱够啥呢？说我要是不大吃大喝啊，就维持饿不死，这钱够。你稍微想奢侈一点不够。所以有很多官员养活一大家人不够咋办？那他就得伸手贪。所以这个时候雍正皇帝采用了高薪养廉的方式。说这养廉银怎么出呢？说国家财政单拨款吗？刚才我说康熙留给他的国家这个财政整个的这个钱库比较空虚，800万银赔不起，怎么办呢？从赋税上做文章。前面咱们说过，大清讲永不加赋，说你不能多收税。哎，他有办法，叫什么呢？号线归公。什么叫号线呢？比方说1两银子，他最后炼成官银的损耗是多少？大概是2、3分银子。你记住，1两是多少？是10钱，1钱是10分。说白了，1两银子损耗是多少呢？2%到3%，就再多征收2%到3%，作为损耗这部分补偿。好，雍正就从这里做文章，把这个号线呢提升，变成5%，
就是1两银子征收5分银子的号线。然后这5分银子里边呢，除了原有的正常损耗以外，比原来多出那种干什么？叫养廉银，就把这个钱呢直接转化给官员，你管这地方号线当中提留就归你。你比方说一个总督的话呢，督府大人呢1年呢大概能有1、2万银子，知县呢1、2千银子，就这钱补贴给你，补贴你家用，你干嘛呀？说白了，我这么对你，给了你高厚的待遇了，你可不要再腐败，你要再腐败，那可是该死。所以他这号线归公呢，其实是用一种高薪养廉的方式。那么后来用长了不太管用，一开始的时候是管用，他解决了有一些就不想贪的官员，可是呢生活困难没办法，把这些人解决了，就他们就不会再贪污了。这其实也是当时立竿见影的一个办法。所以成立会考府，加大审计力度，济实候补，增强这个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再加上号线归公，从制度上解决高薪养廉的问题，这是他上来烧的头3把火，管用。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雍正的反腐绝招。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这3把火烧完了之后呢，这毕竟是让官员当时就不敢腐了，给吓唬住了。但是他没有从灵魂深处不想腐，要有机会可能还腐败，所以必须得制定防范腐败的机制。怎么防范呢？皇上必须得做到信息上下对称，就下边发生什么事我得知道。我作为决策机构，如果不了解下边情况，坏了。那以往是什么呢？比方说这个吏部定期往上报，这军机处啊、上书房啊，跟皇上说哪官怎么地。这个由于传递信息是一层一层的，皇上容易受蒙蔽。皇上需要来自基层的第一手信息。这个时候，雍正发明了一件东西，就我们历史人管叫密折制度。其实密折制度是啥？他给每个官员吧，就是只要是县令以上的官员，一人一个皮匣子。这皮匣子上面有2把锁，锁这2把钥匙，一把是这个官拿一把钥匙，还有一把钥匙在皇上那。就说这个呢，锁一旦这边不锁，官员这头锁上，这2把锁你只有一把锁锁上，这匣子就锁上。这个官员想要密奏给皇上，说我上级好贪污了，他等于向皇上告发检举。说白了，这个是什么？保证下情上达。就好比咱现在跟谁联系，说原来你要是联系得通过他，现在不用了，有手机了，我给你发微信吧，而且屏蔽朋友圈了，谁看不着。说白了，能给皇上私自发微信，点对点的对接。彭党，李德全，在，叫13爷来处置这件事。这个，叫他查一查，看他们还跟谁有联系。这个，所以底下有什么情况，皇上都知道。所以雍正就掌握了大量第一手信息，但是雍正呢没有滥用这个东西，他也怕呢一兴这个风啊，互相都告。像武则天时期就是嘛，搞这个密折，你在底下这个也说那也说，最后弄烂套了，弄出很多酷吏来。所以雍正也是很小心的避免密折制度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是他管人还有一套。那么你治理了腐败的官员，那你要让新上来这官员向哪个方向使劲呢？仅仅是不腐败吗？不是，雍正用人还有一套。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个概念，说这个官员腐败贪官，咱得收拾吧。如果他在这位置上他不贪，还挺清廉，可是啥事也不干，真发生事也不知道咋处理。说白了，庸官。这个庸官在一定程度上跟那贪官一样可恨，也不行。所以雍正皇帝呢，希望通过呢自己的改革呢，让每个官员都有作为，要敢干，要敢于大刀阔斧干点事儿。在这方面呢，雍正是呢带头，通过皇上钦点的方式来树立榜样。恭请皇上圣安。今天叫大起，首先是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朕接到了山西来的奏折，说山西10几年来亏空藩库的300多万两官银，半年之内全部还清了。
这说明一个道理啊，不管有多难的事，只要心里装着国家，用心去做，就没有办不好的。新任山西巡抚诺敏就是一个榜样。据朕所知，此人清廉勤政，工作表率，所以到山西之后啊，很快就是官场风气一变，也就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见了成效。诺敏做了表率，在这儿，其他各省的督府怎么办呢？啊？这些官员说：“哎呦，皇上真下狠茬子呀！不光是官员两个手要清廉，这俩手还得紧忙活干活呢。你光清廉不干活也不行。所以这雍正呢，一方面打压负面典型，一方面树立正面典型。正面典型谁呢？咱们那个看这个《雍正王朝》里头介绍嘛，就是雍正身边有两个大臣最得力，一个是田文镜，一个是李卫。这田文镜呢，康熙年间他就做官，到雍正年间呢是主政河南、山东，封疆大吏。田文镜这个人呢，敢想敢干，可是呢，他不怕得罪人，他真得罪不少人。你像当时户部的人呢，财政部就是上下边各个省划了钱给自己当小金库，这事都成了潜规则了，没人吱声。唯独田文镜，你想他当封疆大吏，随时得跟财政部接触，你设计有个事，财政部得拨钱，他不怕得罪财政部，直接向皇上弹劾，他们下级要小钱去。臣敢作保证，2天之内查不出山西藩库的弊端，田某甘愿领罪。田大人，你敢如此肯定吗？肯定不肯定？我已经用钦差官房将你的藩库封了。你姓田的，查封藩库是要请生命的。如今你没有皇上的圣旨，不敢擅封藩库，你这是越权乱命。我是钦差，可以便宜行事。我已经派人600里加急向皇上递了奏章。诺大人，你心中无鬼，为什么还怕我封你的藩库呢？甚至上头皇上派的这个巡抚大臣到下边去，钦差大臣到下头，要真收地方礼，别人不敢吱声，就田文镜吱声，绝对仗义直言。所以这时候雍正呢，你看你不得罪这些人吗？哎，我信任你，把这个田文镜封为廉政典型，搁现在说就10大感动中国人物啊，到处都是模范，意思皇上信任这样的。还有咱们说他那亲信李卫，如果是哎，李卫大人来了，李卫大人到。李卫这个人呢，也跟田文镜挺类似，但是他工作作风特别粗暴。他在户部当中层干部时候，就是前面咱们不说户部呢，到下头要小钱去吗？充实金库去，他就劝户部尚书，就财政部部长，不能干这个事儿。为了咱们小部门利益，你干嘛呀？这全国要这么效仿，还有头吗？户部尚书说：“你个中层干部，你还提？”不理他，他就弄了一个柜子，上面写着“尚书专用钱柜”，搁到户部门口，搁财政部门口，就含着自己一把手。李卫，你要说清楚。程大人，您知不知道，想做官先得学做什么？想做官啊，先得学做人。我很小的时候，我杀猪的师傅就跟我说了，那要想学杀猪啊，那就先得学做人。胡说！怎么这么说呀？把他给我轰出去！所以这个雍正上来知道这些事儿，因为当初他出这事儿的时候，雍正还是属于王爷呢、四爷呢。哎，还有这事儿，这人了不起。上来之后，他用李卫，但是很多人弹劾李卫，因为李卫这个人呢，说白了，工作作风非常这个简单粗暴。你比方说，他直接管自己的上司，也不管有多少人，直呼其名，不给人面子。有时候工作作风容易伤人，就好像我的下级20来岁小孩一见我，老梁你怎么的，都不知道管我叫梁老师，那我心里肯定不高兴，对吧？就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说李卫工作作风太粗暴，不讲工作方法。雍正喝了杯茶，慢悠悠的说：“你们提意见呢？那行我说个事儿你们帮我办。你给我找一个呢，像李卫这么能干的，像李卫这么耿直清廉的，然后人还温柔可亲谁都说得好。你给我找这么个完人，我看看。你要找这人，我马上撤李卫。”下边谁也不吱声了。亲无足赤，人无完人，哪找这么完美的人去？所以他立田文镜、李卫为榜样，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所以雍正执政的这些年，大清的吏治普遍转好，不光是贪污腐败的事少了，同时官员勤政，努力干工作，这个作风起来。所以正是在这样情况下，迅速的通过扭转官员的这种工作方式，使大清的状况迅速好转。也就是说，雍正在位13年，他用这个康熙加乾隆，康熙61年，乾隆60年，这不是121年吗？他在位13年，就用了他俩1/10的时间，就使大清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说叫 GDP， 占全世界的1/3。那是大清是真正的世界头号强国。所以这就是雍正在任的时候做到的丰功伟绩。所以我们现在一提说康乾盛世，是觉得康熙乾隆盛世不公平，康雍乾盛世，没有他这一转，后头乾隆年间大清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是不可能来到的。所以我们说一个皇帝他管理天下，并不是具体政策的执行，而在于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人，他是否能够真正的管住这些人，让他们清正廉明高效的干工作。所以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吏治清明，每个当官的努力为老百姓考虑，这才是任何朝代这个社会能够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本原因。